他就是史上最彪悍的摄影师金沃尔哈特。你说他背后没有 AK 摄影团，我是不信的。没有什么动物是他不敢对脸拍摄的。非洲二哥在他面前乖的就像头小狗，而暴躁的犀牛也得给他三分薄面。跑步时被野狗群追也能轻松带微笑，直接玩起自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不仅如此，他还带女儿亲身体验，看官们可别模仿哦。接上集，阿金为了让若依和庆之不那么依赖他选择离开他们的视线一段时间。可再次相逢时，他们还能认出阿金吗？若依为何还受了重伤呢？我们先看看和猎豹分离的这段时间里，阿金做了什么。他站着有真理就有道理的原则，轻松横行整个草原，近距离拍摄了好几种凶猛的动物。自从上次靠气势帮猎豹赶跑狮子后，阿金的恶名便在狮群里传播，因此现在没有哪头狮子敢和阿金一决高下。哪怕是雄狮见到也得绕着走，不敢上前掰头。果然拥有 AK 摄影团的阿金就是威武。阿金虽不惧草原之王，但大象和犀牛却是他较为担心的，因为他们的情绪极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发狂。大象刚打跑了犀牛，这会儿又被阿金尾随，显然大象是有些不耐烦的，但看到阿金手上很像真理的摄像机后，便不与阿金计较。但来到水塘边后，大象又发现了这个跟踪狂，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打算上前和阿金掰头掰头。阿金也担心大象会突然冲过来，于是他站了起来。大象掂量了一会儿，看在这么多人的份上，还是识趣地离开了。阿金表示刚才非常危险，但希望下次能单独行动。果然2天后，阿金单独开车出来，再次遇到了象群，这次没有了保护，他不太敢下车。大象的脾气是十分难以拿捏的，为了保护小象，他们会掀翻眼前的一切威胁。显然这群大象对阿金充满了敌意，他进退两难，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车门挡住自己，再通过车门下的空隙来拍摄大象。果然看不到阿金的大象气消而去。逃过一劫的阿金依然不思悔改，第2天他直接坐在了几头犀牛面前。犀牛也很懵逼，这么多人在眼前干什么？犀牛的脾气说来就来。果然识时务者为俊杰，通过另一视角看看，你就知道犀牛是有多惜命了。有了这次经历，阿金信心爆棚，于是你看到了这一幕，他居然敢单独面见犀牛，这是在和死神较量。你看看这一幕就能感受到犀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了。而且犀牛的平均奔跑时速是35公里，和博尔特的100米时速相当。阿金以为自己安全了，但犀牛可不惯着他。犀牛对于移动的物体充满了攻击性，显然阿金的静止不动是明智的。犀牛也懵了，但阿金更是慌的一批。他距离死神只有不到5米的距离，双方都在做心理博弈。犀牛在不断试探，他担心的是阿金背后会不会突然出现几把众生平等器。千钧一发之际，阿金灵机一动，别急，先听听复活后的阿金是什么感想。 That was a little too close for comfort, eh? I was just saying the other day that I haven't had an adrenaline rush for years, but that got it going, eh? And then I thought, I left my camera there and he was sort of looking at my camera. If you go and toss that thing, I'm going to be very upset, dude. But yeah, I stand your ground and try and be bold about it. If this guy comes for me, I'm going to go flat on the ground, but he's going to nail me. While my cameraman was just standing there watching and filming and hoping I would die. And he could get it all on film. I thought Kim was going to get flattened. I really did. I thought, here I am filming this thing, and I'm going to be filming someone getting taken out. 确实太惊险了，除了大象和犀牛的脾气不太好把控外，其余动物几乎都被他轻松拿捏。
猎狗群是阿金混得最熟络的族群，最开始与阿金相遇的是猎狗阿美。猎狗阿美是第一次见到两脚兽，他既好奇又有点畏惧，就这么在后边一直跟着阿金。阿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他会不会突然上来掏肛，还时不时转头看看他，但是发现猎狗阿美是有点害怕自己的，于是阿金开始慢慢接近他。要知道，猎狗的咬合力是陆地上数一数二的，但阿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他直接给猎狗阿美挠起痒痒来。突如其来的舒服感是阿美从未体验过的，阿美像家犬一样的伸直了脖子让阿金挠，他们之间的戒备之墙瞬间瓦解。原来征服猎狗的诀窍就是给他挠痒痒，阿金惊喜不已，但家人们可别模仿哦。后来几乎每天阿美都会来找阿金，而且还带了其他小伙伴，他们都是慕名来享受阿金的挠痒痒服务的。看来在猎狗眼里，止痒比掏肛更重要，而在阿金眼里，没有哪头凶残的猎狗是一顿挠痒痒征服不了的，实在不行就挠2顿。逐渐在阿金的高超手法下，猎狗群把阿金当成了同类，也非常愿意让小猎狗和阿金接触。见时机成熟后，阿金甚至还带着女儿去亲身接近这个熟悉的猎狗群，但家人们千万别模仿哦。和猎狗称兄道弟后的阿金，在草原上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被野狗群盯上，居然还敢嬉皮笑脸玩起自拍，甚至直接躺下，试图用臭脚丫熏晕对方。野狗群分寸大乱，从没见过脚这么臭的生物，一个个被熏得直接跑开了。后来阿金甚至直接出现在野狗的用餐现场，野狗们不像猎狗那么狗，而是一直很警惕，和阿金保持一定的距离，始终是不冷不热的态度。在阿金的影响下，他的老婆也敢和野狗们一起散步了，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一晃1年多过去了，猎豹庆之和若依现在怎么样了呢？阿金在开车途中意外发现了一头猎豹在不远处吃饭，他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若依，而且他还带着3只差不多4个月大的幼崽。阿金算了算时间，猎豹若依差不多是2岁左右怀孕的，看来他和姐姐庆之并没有相处多长时间就分开了，而阿金也没有再发现庆之的踪迹。随着越来越多的腐食动物靠拢，为了安全，若依快速带着幼崽们离开了。又过了2个月，阿金发现若依居然受了很严重的伤，从伤情上看应该是这2天刚发生的，前胸一大块皮被划开了，很有可能是羚羊的利角所致，因为猎豹要想成功猎捕羚羊，就是得锁喉，所以经常会看到猎豹为了能锁羚羊的喉，会把自己整个身体压在羚羊的头上。那么只要猎豹稍不小心，它的身体就会被羚羊的利角刺穿或者被划伤。像这样羚羊成功逃走，猎豹身负重伤的事例偶有发生。若依很无助，他和小时候受伤一样，身上爬了很多蚂蚁，如果不及时救治，恐将被蚂蚁吞噬，或者因感染而亡，届时3只小猎豹也会饿死。作为曾经的父亲，阿金绝不会袖手旁观，他叫来了当地有名的兽医，手术进展得很成功，经过处理的伤口恢复得很快。一段时间后，若依身边只剩下2只幼崽存活了下来，它们的体型已经和妈妈一般大了，对于陌生的事物充满了好奇，而且精力和体力都非常充沛，可以协助妈妈一起狩猎了。